前段时间想界出了 S9T， 让老的 S9 车主那叫一个羡慕。什么时候那些东西能上到 S9 身上呢？哎，别急，这不就来了，新款的想界 S9。那新的想界 S9 整个变化还是挺明显的，外观上3处细节升级。第一，车标，整个这个新车标看着很有质感。第二，4激光雷达加入，如果您不知道这4激光雷达在哪，那估计您也是找不到的，因为藏的确实挺隐蔽的。那第3点呢，我觉得是变化最大的一点，就是这个尾灯换成了跟尊际 S800 同源的一套设计思路，整个看起来呢就更加深邃、更加优雅，也更好看了。那进到车里之后呢，最大一个区别就是整个仪表台变成了一个同高的，原来这边高那边低不复存在了。那边现在多了一个副驾的娱乐屏，主驾、副驾都有各自的屏幕了。然后就是方向盘，整个造型呢有一个小升级，看着小了一点，但是整个握感、使用起来的体验也是没有任何区别的。不过还是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，仪表屏放在这儿，方向盘的距离合适了，就有点挡屏幕了。如果不想挡屏幕，那距离有点不合适了。这一点呢，可能得等到后续车型才能进行一个升级了。那再我们往下看，这儿呢现在变成了一个大储物格，2瓶水。中间变成什么了呢？双向开门的一个冰箱，带独立的压缩机，0下6度到50度的区间供大家调整，最多呢放6瓶水，没什么问题，整个表现还是挺好的。那进到车内后排，整个就剩下2个字：享受。首先映入眼帘就是这么大一块屏幕，这个放点电影沉浸感那真是拉满了。不过吧，这个屏幕它大有大的问题，它有点太大了，它看起来呢有点凸在脸上的感觉，稍微尺寸小一点反而可能更加融合。那除了这个屏幕，整个座椅的舒适度也是非常好的，除去这些额外的靠垫之外，单说这个座椅，它的承托性、它的柔软度都是非常高的一个标准，这点很好评。而且还有很大的一个自主调节的角度，这还没有说右边这块座椅目前还能支持零重力，也就是说你在车内后排那纯就是享受了。那说完静态的所有内容，我们还是按惯例来看看动态的表现怎么样。首先要说明是我们这台是增程版车型，那就先来说说它的静谧性。在电机驱动情况下，不管是路噪、风噪还是外界的环境噪音，这台车都隔绝得非常好，很满足对于行政级的定义。但是增程器启动了一下，还是能感觉到增程器的震动和噪音的。不过这对于本来就拥有5、6亿的客户，他们想换购一台新能源来说，这一点噪音和震动，那真的和他们原来的车相比是少很多了。除此之外，再来说说底盘。整个这台车的底盘表现，相较于上一版的想界 S9， 那真是成熟进步了非常多。在面对这种大的起伏的时候，车身能拉得住了；在面对减速带的时候，干脆利落，整个表现很好。最后的最后，就是华为这套非常重要的 ADS 4.0 的乾坤支架了。怎么说？之前大家都说过了，这套系统可能就是目前中国甚至世界的第一梯队，表现就俩字儿：拟人。它能非常好的领略前边临停车辆的意图，并且提前做好规划，直接绕到左边进行一个绕行，完全没有说开到前面才想我该干什么的这种顿挫和空档感。除此之外，在大路口大掉头这种情况下，面对复杂车流，它也能像老司机一样，就是停在路中间等，而不是单纯的在路口就开始等，完全没人了我再走。这个体验真的非常的流畅，非常的爽，让人感觉可能真的辅助驾驶要变成智驾了。那经过一天体验，我们发现新款想界 S9 其实给到大家升级是很有诚意的，不管是外观、内饰、智驾还是底盘上都有很大的提升，而且价格在保持不变甚至可能更低的前提下，您会不会考虑这台车呢？